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9月31号在伊朗被刺杀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到军方到外交部，都纷纷的表态非常强势啊，说要进行一个对以色列直接的打击。现在1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伊朗还没有动手？我们如果参考4月份的这个行动的时候呢，就是也是他当时他的这个使领馆人员吧，在这个叙利亚这个遇到袭击之后，实际上他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准备周期。当然了，他此前呢，我觉得他一个是要进行很多试探吧，试探国际上的反应，试探他国内有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呢，就是他要去反复的评估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打击。那么既不会说是真的让以色列去跟伊朗呢直接面临一个冲突了，但是呢又能够达成一定的效果。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迹象啊。那么最近伊朗跟那个约旦又在接触，是吧？是吧？因为上一次实际上是那个伊朗打完了以后，然后呢有报道说这个约旦啊曾经拦截了这个伊朗向以色列打的这个导弹。那么然后这个双方的关系呢闹得很僵。那么我觉得这次那个。伊朗的确是在做那个有准备的这个战争哈，或者说有准备的这个行动。包括这一次，我们看到伊朗还跟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国家在沟通，甚至于这个伊朗跟俄罗斯也在沟通，是吧？一旦出手的话，这个强度、范围还有烈度上会有什么变化？我觉得相较于4月份的强度可能会更大，烈度可能会更高。然后涉及的各方可能会更多，因为这一次实际上伊朗是在做多线准备。第一个，我们看他在国内进行了相关动员，包括哈尼亚的这个葬礼，哈梅内伊也去了。第二个呢，就是这2天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哈马斯的这个高层，他要把这个相关的伊朗所领导的抵抗轴心内部的关系都先要理顺，因为毕竟来说，下一次发动攻击不仅是伊朗在发动，那么同样他所领导的，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呀，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呀，比如伊拉克的人民动员军啊。比如说这个叙利亚呀，包括说来自于加沙地带的，包括哈马斯和杰哈德都要一同发动进攻，所以他先要把他的内部关系理顺。第3个就是刚才于老师也讲到，就是他会见了很多的，包括约旦的，包括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代表开始访问，所以说这一次他都要进行提前的这个相关的梳理和关系的这个运转，所以说从多方面来看，伊朗这一次的袭击规模是非常大的，它一定的烈度和这个强度是要高过整个的这个4月份的袭击规模，那么可能会在未来增加这个整个地区冲突的不确定性。到底怎么打？一旦动手的话，他们内部之间如何来分工？可能会有几个分工。第一个呢是打击方式上，这个会存在一个差异。当然动手是可能是同一期动手，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它的这个方式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可能哈马斯或者杰哈德，可能由于他现在在加沙地带的这个作战困难程度，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在开阔地带发动大规模的这种火箭弹或者导弹袭击，那可能就比如说发一些迫击炮呀，或者说进行短期的无人机近距离的攻击就可以。那可能来自于黎巴嫩真主党，因为它靠近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线，它的攻击的这个目标可能就集中在以色列北部，以海法为中心的这个以色列北部区域，然后造成以色列北部的这个恐慌。那可能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攻击就集中在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地区啊。那么包括像再往北，那么延伸到比如阿什杜德港，就是像靠近以色列这个地中海的另外一个重要港口啊，以这样一条线。那么包括来自于伊拉克的这个人民动员军，他们可能会潜入到叙利亚的境内，那么可能向以色列境内发动这个中短程的这个导弹，或者说远程的无人机来打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那么可能来自于伊朗的更多就是用这个远程的这种导弹来进行这种多批次的这种攻击。那么希望是能够突破以色列和美国共同搭建的一个地区的拦截防空体系，但是是不是效果能够成功，恐怕还是要实战来验证。俄罗斯也到了伊朗，外界担忧是不是事情更加复杂了？在中东地区啊，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玩家。尽管可能俄乌的战争之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有所下降，但毕竟来说，俄罗斯在中东还是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对，另外一个呢，就伊朗它的未来攻击恐怕是要过境俄罗斯所实际上啊，比如说驻军或者说实际上这个监控的这个叙利亚的一部分区域。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区域过了以后，那会不会引发一些来自于以色列方面的反弹？比如说以色列方面，原来你这个导弹都从这个方向过来，那我会不会要打击这个重点区域当中的重点目标？会不会把俄罗斯也给拖下水？所以俄罗斯也需要伊朗做一个相关的这种之前的这种情况的告知和把自己的一个担忧也要表达出来。当然了，我相信俄罗斯也好，或者有关各方也好，都不愿意看到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和这个外溢。在伊朗发表的声明中，哈尼亚的死，以色列是主谋，而美国则是帮凶。伊朗情报部长哈迪补称，以色列在暗杀哈尼亚之前，已经与美国方面通气，并获得了美方许可。对此，数月来一直推动和谈的美国总统拜登，为了表面和谐，只能吃瘪。
但是在任期即将结束之际，中东火药桶似乎是一点就着，这样的政治遗产，他想要吗？双方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美以之间到底是谁在拿捏谁呢？一起来洞察关键。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举行会谈，以协调防御应对伊朗可能发动的袭击。库里拉在3号抵达中东地区，造访约旦、以色列以及几个海湾国家。此行的目的是协调地区国家为伊朗可能对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做准备。外界注意到，在4月伊朗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打击时，库里拉就曾前往以色列与以军方高层举行会议，确保美方清晰了解以色列的防御需求。就在4号，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还访问伊朗，讨论地区安全局势升级问题。尽管这个约旦跟这个以色列也有这个冲突，但是约旦已经是和以色列建交，然后约旦又是和西方和英国和美国很特殊的一种关系。我想约旦大概率呢还是会拦截。约旦的国家利益首先是这个第一位的，他这个进行拦截呢，并不一定是和伊朗对抗。这次这个在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矛盾冲突问题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是表示谴责啊，但是和以色列建交的这些国家呢，又体现出不同的温度。五角大楼2号宣布，向中东派遣一个航母战斗群和一个战斗机中队，加强美国在中东的力量，并协助以色列抵御伊朗及其代理人可能发动的袭击。事实上，美国在中东和地中海中部一直有军舰驻扎，至少12艘军舰、2栖攻击部队和4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军，另有3艘两栖舰和2艘驱逐舰部署在东地中海。此次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将取代目前驻扎在阿曼湾、计划在今年夏末回到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深圳卫视梳理发现，即将到中东部署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虽然也是4个战斗机中队，但是有1个战斗机中队是由 F-35C 战机组成，作战能力更强，隐身突防能力也更强。同时，美军也向中东地区增派一个由空军 F-22战斗机组成的中队，以及数量不详的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海军巡洋舰和驱逐舰，并在需要时增派更多陆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此外，不少媒体就爆料称，拜登虽然在行动上仍在支持以色列，但已经不爽内塔尼亚胡多时了。而在公开场合上，拜登却经常要保持对以色列的基本体面。I had a very direct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today, and very direct. We have the basis for a ceasefire. He should move on it, and they should move on it now. 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拜登与内塔尼亚胡一直局语不断。让拜登难以接受的是，美国似乎越来越管不住以色列了。据爆料，今年5月，对于以军必须进入拉法完成彻底消灭哈马斯的目标，美国政府一直担心危及平民，希望说服以色列进行更有限、更具针对性的军事行动。当时有知情人士透露，为说服以色列撤销在拉法的军事行动，拜登政府向以色列提供了情报支持，包括帮助以色列寻找哈马斯领导人和地道的位置。当时在私下讨论中，以色列官员向美国保证，他们会认真考虑美国的警告，以军士兵不会在疏散约80万巴勒斯坦人之前攻入拉法。不过，结果并非如美国所愿。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遭刺杀后，拜登第一时间便致电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美国将帮助以色列击败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但希望以色列切勿再升级局势，并立即达成停火协议。谈及停火谈判，当时拜登就爆粗口回应道：“别再跟我胡扯。”拜登还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他再次升级局势，别指望美国还会提供帮助。I'm very concerned about it. Chance for a ceasefire ruined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Haniyeh. It's not helped. That's all I'm going to say right now. Thank you. 内塔尼亚胡他要利用美国大选，那他要把这场冲突呢拖到这个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以色列呢，他也有一个想通过计划跟伊朗的矛盾，来把这个美国绑定啊，进而使这个美国难以从中东抽身。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3号就抵达了中东，访问约旦、以色列等国家。那我们看到这次行程当中啊，他先访问了以色列。
但是说他的这个行程重点是约旦，这次他到中东去干嘛去了？因为以色列这个东部的这个边界，实际上都是跟约旦在接触。那么应该说，约旦是以色列东南部这个预防这个来自外面的这种攻击尤其是来自这个伊朗的这种导弹无人机攻击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防线。那么如果说要跟约旦要进行一种有效的一种沟通，这次我觉得这个美国呢，在这个仗开打之前进行一些这种周围国家的这种斡旋，动员也是一个是动员，还有一个就是为了更好的这个应对这个不测的这个后果是吧？在这一次呢，美国方面也是做出了一个大兵压境的这样一个态势说要部署2个航母战斗群，但是现在里根号现在还在西太晃悠呢，可能至少要2周的时间才会到达中东地区。美国方面的这个军力部署方面，你觉得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可能从美国的布局来看，就可以通过在东地中海驻扎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这个航母编队，来提高它整个的这个雷达探测，以及它包括它往天空的这种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率。毕竟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那么往东去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纵深相对比较小，而且它会直接面临来自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种近距离的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导弹还有火箭弹的袭击。因此，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需要继续加强在整个东地中海的军事力量的部署，以及协调自己在整个地区的这种盟友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协助，来共同保卫以色列在本轮可能会迎来的伊朗的打击当中不会受到巨大的损失。但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就说，最近一些日子，美国每天都在开会，一个中心就是要避免全面战争。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美国国内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个现象透露出来，说美国主要的这个军事指挥部门包括五角大楼周围这个外卖的这种披萨店的这种销量大大上升，因为都不回家了，说是他们那个加班，然后呢就只能点外卖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这种美国在军事上呢跟那个以色列或者说在密切的关注的这个中东局势的这个发展，当然肯定是这个在那个筹备如何在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的这个战争规模以及战争的这个前景面前，一个是如何的更好的那个防卫这个以色列，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实际上也是在尽量的这个如何防止中东其他的一些主权国家的这个卷入拜登近期跟内塔尼亚胡有过2次接触，一次呢是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一次呢是在上周的一通电话。那根据媒体的报道，这2次实际上都不愉快。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美国还要做出一个协防以色列这样一个姿态，怎么来看拜登的心态？拜登首先当然是不喜欢内塔尼亚胡的，2个人的这个私交实际上非常不好。从美国的国家层面来说不管谁当美国总统美国和以色列之间这个所谓的不破同盟关系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每当以色列它面临巨大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时候，美国是有义不容辞的这种国内的这种责任感和这种所谓的这种道义感。这个是政治正确对，是要保护以色列。所以说，可能美国现在它更多的还是需要来想办法来防卫以色列。当然了，美国的底线是希望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不深刻的卷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同时避免地区当前的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报复升级成为蔓延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全面战争。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的时候呢，可以说是2面下注那么美国大选对于巴以冲突的走势有什么影响？美国不管换了谁上台，他都没有办法决定以色列国内民众的选票。包括现在实际上以色列国内的情况和美国的这个关系在民间已经出现比较大的裂痕。比如说我们一直在举这个例子，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我们都讲他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看每次布林肯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大家看下面这个以色列老百姓的留言都是在骂他。即使美国的压力再大，他没有办法转化成为以色列国内民众所认同的一个观点，那实际上他是没有办法对以色列国内政策产生巨大这个影响。那么实际上这个以色列这次，我觉得他的一个最后他在背后考虑的一个因素尽可能的要把美国拉下水。但是美国呢，实际上他也看到了以色列下一步的这个再报复再这个发动一些军事行动他也担心这个以色列无休止的或者说不顾一切代价的要把美国拉下水。我觉得双方实际上是心知肚明，是吧？一方要利用另一方呢又要防备这个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对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当地时间8月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其官方社交媒体上宣布，由叶海亚·辛瓦尔接替此前遇袭身亡的伊斯梅尔·哈尼亚，成为哈马斯新任政治局领导人。对此，以色列外长卡茨当天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要迅速消灭辛瓦尔。
按照以色列政府官员的说法，哈马斯高级军事领导人辛瓦尔是目前以色列最大的眼中钉。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被刺事件呢，已经发酵了1周多的时间了。张老师，我们看到这次事件发生在伊朗，它与以往这个哈马斯高层领导人遇刺或者是被袭击有什么样的不同？在如此敏感的时间和地点，所以我觉得，与其这一次说是以色列去对付哈马斯，倒不如说他是借着这个事儿去敲打伊朗，告诉他说，你看这一次，这个被袭击的是吧？是这个哈尼亚，那么下一次可能就不一定是谁了。要激起伊朗的愤怒啊！对，然后呢，同时呢，也要引起他的恐惧。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外媒体都说，好像是以色列情报部门呢非常厉害，能够直接渗透到伊朗去了，而且甚至于这个事件可能是很早就开始部署了，各种说法都很多。那么这样就不由得会让这个伊朗国内的民众以及国外的很多人士呢，对这个伊朗政府的这种执政能力产生很多怀疑。那么它肯定会造成一种证据不稳的影响。那么，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更深层次的隐患，就是既然以色列他经常说是他干的，而这次他又没有说是他干的，那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以色列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反而会让伊朗的国内产生各种联想，那么这可能更不利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执政。无论是来自外部的短程导弹，还是事先埋下的这个 AI 炸弹，那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伊朗的这个安保措施是不是出现了漏洞？您怎么看？确实啊，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咱们如果说过去20年左右，我们回看啊，伊朗境内经常发生这种具有重要的安全的、政治的、科研背景的人，然后暗杀。是这样，伊朗国内是有不同的情报机构在负责防谍、防特或者说防渗透，但是问题是，就是由于它的这个防卫的部门有点多，容易导致这个情报的交叉。那么它有来自于政府部门的，那么有来自于这个伊朗的司法机构的，就是宗教团队的，那么同样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所以说，大家部门在进行交叉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漏洞，大家都认为是你管，实际上可能最后没有人在管这个事情。就在前几天，以色列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埃及首都开罗，一天就草草收场。内塔尼亚胡到底想不想谈？内塔尼亚胡谈判的意愿其实很大的。以色列的行为模式可能他和外人看过来是相反的，比如说这一次打击这个哈尼亚就是要挑事儿。实际上，可能从以色列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是在想体面的撤出战争做准备。因为以色列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一直在提出说，我要退出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要把巴以冲突爆发之初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哈马斯的高层全部这个所谓的这个定点清除。所以说，实际上以色列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军事手段，向国内展示说，你看我已经达到大家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前提条件了。那么另外呢，就是派遣这个代表团往埃及也好，或者包括之前往罗马也好，或者再往前往这个卡塔尔也好，包括美国推出一个更能够被各方所接受的这个方案，那么同时把压力给到哈马斯一方。之前有说这个加沙停火谈判马上就要达成了，但是呢一直没有达成。那么内塔尼亚胡是不是要继续把这个战争拖下去？以色列政府的内部对于这个是否要把这场战争完全彻底的打完，以及在某个阶段是否要把这个和谈的提上议事日程实际上是有冲突的，或者说有不同看法。那么我觉得这个也并不是特别奇怪，因为在以色列的这个体系当中这个政府或者说政府首脑，他跟下面的各个职能部门，包括这个军队，包括这个情报机构，他们有时候各个部门之间从自己的这种本质的这个功能上来着想，但是呢，内塔尼亚胡应该说他现在在国内的这种执政的这个联盟当中他的地位仍然是稳固的，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眼下他还是要寻求在这个联合政府不解体的这么一个前提下，继续把这个仗打下去，一直打到以色列所需要的这么一个结果。